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，7月28日上午以强台风级别在福建晋江登陆后，不仅造成福建沿海暴雨内涝，还在29日进入江西，并转向安徽、河南，现已到达华北地区，给京津冀带来6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。很多网友10天前就开始关注杜苏芮的动向，发现其7月21日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后，强度就逐渐加强，22日完成了掩蔽置换，很快便升级为超强台风，中心附近风速每秒62米，向西北方向加速移动，接近菲律宾北部山区时强度减弱，又进行了一次掩蔽置换，更是史无前例的变异成大小风眼嵌套共存的态势。随后对流显著增强，再次升级为超强台风。幸好杜苏芮在登陆我国前的掩蔽置换失败，导致能量分散，最终以强台风级别登陆。看来杜苏芮是掩蔽置换成功后发迹暴走，又在置换失败后走向消亡。那为什么会出现掩蔽置换呢？带着疑问，我们来到北半球一片热带海域，海面的暖气团不断上升，形成低压区，吸引周围空气汇聚，气流在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不断诱偏，形成螺旋上升的涡流，将水汽搬运到大约3000米高度。这一阶段称为浮核段，继续上行中，水汽不断释放热量并凝结成水滴，使3到8000米高度区间成为冷凝段。此处的气流因发生相变，体积收缩，形成涡流外侧的低压区，再次吸引周围的空气以持续诱偏的轨迹汇入涡流，并被水汽凝结放热驱动，继续螺旋上升。于是冷凝段的水汽就成为热带气旋的发动机，凝结出的桶状云墙被称为掩墙或掩蔽。再继续上行，剩余的水汽已无法释放出足够的热量来推动气旋，造成此处的掩墙失去了螺旋上行的动力，只能被下方涡流的动压推向四周扩散开来，并在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不断诱偏，形成云图上看到的卷云层。这一段称为浮散段，其下方还有筒形嵌套的雨带。而在掩墙内侧，冷空气正从顶部下沉，冷凝段释放的热能使这里维持着转速稍慢的同向漩涡。当海面水汽充沛时，热带气旋能释放巨大的前热而动力十足，可使中心风力达到12级以上，于是变成台风。但台风因功率强大，以至于吸力太猛，会把海面有限的水汽和干空气一并吸进去，结果造成冷凝段这台发动机因燃料兑水而出力不足，气旋强度开始减弱，所能支持的掩墙高度也跟着降低，于是顶部一段因无力维持进入浮散段，开始向四周扩散，导致其内部的这段涡流也失去了动力来源，只能由于惯性继续旋转，形成内外掩墙嵌套的形态。此时的台风实际是在壮士断腕，通过丢弃顶部一段掩墙，使核心区体量缩小，能量需求降低，让有限的水汽能继续维持核心区运动，同时惯性旋转的内掩墙会崩溃消失或和外掩墙合并，这个过程就是成功的掩蔽置换。当气旋增强到水汽无法喂饱自己，或高山地形对核心区形成破坏时，就会通过掩蔽置换来丢卒保车，靠较少的水汽凑合着维持寿命。等来到水汽充沛的优良环境，核心区较小的体量又能使气旋强度迅速提高，从容蜕变为超强台风。因此，掩蔽置换使台风在不同环境中进可攻退可守，那是相当的智能。但贼不光能吃肉，还能挨打。如果掩蔽置换时，水汽前热不能支持住核心区，造成外掩墙减弱，而内掩墙扩大，又或者内外掩墙一同减弱破溃，都会使台风眼被彻底堵住，这就是掩蔽置换失败。由于新的风眼无法形成，能量在气旋中分散，台风离寿终正寝也就不远了。而杜苏芮就是在登陆前掩蔽置换失败，以至于从云图上看不到风眼结构，因此其强度不能重新增大。但即便这样，大量水汽依然被送到了华北。试想，如果登陆前掩蔽置换成功，那将是大自然对我们更加残暴的考验。